沈岩，这次的犯罪团伙来头可不小，可能配备有重火力，你一定要小心。知道了，队长，我可是枪林弹雨闯出来的 S 级特种兵，什么犯罪团伙没见过，还不是得被我一枪一枪的干掉？有埋伏，快躲起来！哎呀！没有子弹了，一光凤。哎呀，我靠！这小娘们儿敢自己过来，手里还没拿枪是吧？啊！嘿嘿嘿嘿嘿！哎呀！一样。看来有过于此。这娘们太厉害了，拿家伙！这也行？好热，好热！我该不会是被下油锅了吧？我杀的可都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不至于被下油锅吧？沈岩，又下药，你就只会这种下作的手段？沈岩，你居然敢打我！我看你这霍太太是不想当了。我告诉你，我霍景元不是好拿捏的。哼！霍景元、沈岩、勾引，我不是被火箭筒炸死了吗？难道我穿书了？我记得这本小说，原书是恶毒女配，年轻的时候爱玩，一夜情生下了一个孩子，后来他又贪慕虚荣，勾引了霍氏集团的总裁霍景元。上位之后，他虐待自己的亲儿子，讨好继子。男主的白月光回国后，他竟然要跟原主离婚。原主为了不放弃霍太太这个身份，竟然更加的讨好自己的继子，虐待自己的亲儿子。女主的天才儿子沈景城和白月光的儿子霍子毅形成了对比，竟然放弃了保送清北的机会啊！这什么人啊！我不想当恶毒女配。我的狙击枪，我辛苦做任务攒下的1000万，全没了。霍太太吗？沈景城和霍子毅2个人在学校打架了，需要你赶紧过来一趟。老师好，霍太太，您来了。那就是霍太太。为了巴结继子，虐待亲儿子那个奇葩。是啊，上次明明是霍子毅欺负沈景城，结果呢，他非要让自己的亲儿子去给继子道歉。然后呢？亲儿子当然不同意，他就当众打了沈景城一巴掌。唉，这次还不知道怎么偏袒呢。看来原主偏袒继子的行为已经引起众怒了。这就是原主的儿子，未来的大反派，现在看起来就是个小可怜啊！要不是原主人不当人，他也不会黑化成为小混混，后来还杀了亲妈，啊，造孽啊！
沈锦城，你妈来了，赶紧给我道歉，否则我让你妈揍你。对不？先别着急，锦城，跟妈妈说说，发生什么了？为什么要打架？他骂我是野种。我儿子说的是真的吗？你骂他了？是我骂的又怎么样？他本来就是野种，没爹的野种。要不是这样，他也不会跟我抢爸爸。你这个混蛋，说话也太脏了！霍太太，你冷静一点。我力气太大了，把这个臭小子打死了，不好跟他爹交代了。我谅你也不敢打我，你敢动我一根手指，我就告诉我爸，让他把你赶出家门。我不打你，是因为你不是我的亲生儿子，我懒得跟你费那力气。景城，疼不疼？你也太瘦了，怪不得打不过这混小子。等回去我给你补补体能，再给你制定一些日常训练，保准你下次把这混小子打得屁滚尿流。我没听错吧？他说让沈锦城把霍子毅打得屁滚尿流。哎呀，你没听错，我也听到了。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今天国足出现了？今天妈妈很不一样，以前她都是不分青红皂白要我道歉的，今天竟然会维护我。沈源，你是不是疯了？今天让他赶紧给我道歉！喊什么喊？喊什么喊？沈岩也是你配叫的吗？我好歹也算你半个长辈吧，就算你不想叫我一声妈，你叫我一句沈阿姨，不过分吧？你的礼貌是学到狗肚子里去了吗？光长个子不长智商，九漏鱼一个。以前怎么没发现霍夫人嘴这么多？是啊，之前霍夫人可是对她百般讨好，今天怎么回事这么损？你敢骂我？这就叫骂你了？那你的心理防线也太低了吧？而且是你先骂我儿子，我还没来找你呢，自己做错了事还想让别人给你道歉，你哪来的脸啊？你爸是霍景元而已，他又不是上帝。你不是在做梦吧？他这次居然站在我这边，还骂了霍子毅。学别人说话之前，先把嘴皮子练利索了。想学骂人的，要把自己的舌头给捋直。再说了，是你先骂我儿子，在先要道歉，也是你先给我儿子道歉。我要给我爸打电话，让他休了你。休了我？你以为现在是清朝啊？新中国成立，难道没有通知你吗？你爸他可休不了我，他只能和我离婚。我就让他跟你离婚，到时候把你们赶出霍家。我真是求之不得呢。你赶紧打电话吧。喏，手机打。怎么回事？沈岩好不容易嫁给我爸，最害怕的就是被赶出霍家。以前只要我这么一说，他什么都答应我的。怎么不敢打？他费尽心力才嫁到霍家，就这么轻易想离婚了，一定是假的。他是吓唬霍子毅的。行，你不打，我打。沈岩，我不是告诉过你，没事不要给我打电话。霍景元，你儿子的事情算不算重要？我给你20分钟，如果你没有到学校的话，我就让明天的各大平台上全部都是你儿子霸凌同学的新闻。我已经给你爸打过电话了，等一下他自然会收拾你。霍太太今天怎么不太一样？对啊，以前她都是不分青红皂白，偏袒继子，训斥自己的儿子，今天怎么反过来了？是不是他想用这种方法去吸引霍总的注意呀？他做这么多就是为了引起霍景元的注意吗？不是为了我。你不过就是个爬我爸床的贱人，凭什么给野种道歉？等我爸来了，我把你们都赶出去！
坏女人，你敢打我！这霍夫人的力气也太大了吧！哎呀，我的手，好疼啊！我忘记了，虽然我的本领还在，但原主人的体力总会比我差一点。霍子夜，还有5分钟，我劝你安分一点，否则我可确保不了你的安全。你就虚张声势罢了！你真敢打我吗？我爸是不会放过你的！你真以为嫁给我爸，你就是我后妈了？你不就是我爸解闷的玩意儿？迟早带着你的野种儿子滚蛋！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个混小子嘴也太臭了！我今天不打得你屁股开花，我就不姓沈！住手！住手！爸，你终于来了！这个坏女人，她敢打我！行啊，霍总，还算准时。怎么回事？你凭什么打子怡？我虽然给了你霍太太的身份，但是我没有给你管教孩子的权利。谁想管教你这个儿子啊？我是作为被害者的母亲，你儿子霸凌我儿子，骂我儿子是野种，这些老师可都看到了。这次的事情确实是子怡做错了。这张卡你拿着，算是补偿。我就说你怎么突然转性了？原来是想讹我爸的钱啊！原来是为了钱，我还以为他是为了我。原来是为了钱啊！我就说霍太太今天态度怎么转变那么大？对啊，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天哪，我没看错吧？他是不是拒绝了那张黑卡？今天太阳是打北边出来了吗？霍景元，被霸凌的可是我的亲生儿子，你不会你要钱是吧？这张卡里有5000万，够不够？原来你是想加钱呀！哎呦，我就说嘛。霍景元，你们是不是有病啊？霍景元，你以为钱是万能的吗？你儿子骂我儿子，给我儿子心里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你以为钱就能解决问题吗？你想怎么样？霍总，这就是你处理问题的态度吗？恕我直言，霍子毅能养成今天这样嚣张跋扈、无法无天的性格，就是你的教育方式出了问题。我的教育方式出了问题？沈岩，你凭什么这么说？就凭每次霍子毅犯错，你就拿钱帮他摆平，还不给他任何惩罚。你这样的纵容，就是在变相的去霸凌、欺负同学。沈岩，你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你凭什么有资格在这里跟我谈论孩子的教育问题？我怎么没有了？你看看我儿子，乖巧懂事、听话可爱，成绩年级第1。再看看你儿子，欺负同学、逃课，成绩年级倒数，谁会教育儿子？不是一目了然吗？那这件事情你想怎么样？我要让霍子毅当众给我儿子沈景成道歉，弯腰鞠躬道歉。爸，我不要道歉，我凭什么给这个野种道歉？他只不过是个贱人带过来的拖油瓶而已。他不过就是嘴欠了点，被我妈教损坏了，本质上并不坏的。本质上不坏，就已经欺凌、辱骂、霸凌同学了。
这要是本质上坏，那不得杀人放火吧？你，我以后会给景城补偿的，道歉的事情就算了。霍总，如果你儿子今天不当众给我儿子道歉，那我就让明天各大媒体的新闻上面写你霍氏集团的少爷霸凌欺负同学，到时候你们霍氏集团的股票怎么样，那可就不关我的事了。这个沈岩怎么变化这么大？霍氏集团树大招风，任何不好的负面消息都会被竞争对手大做文章。还有霍子毅这臭小子，也该有人好好管教管教他。行，做错事情就有道歉。爸，我不要道歉，我就是不要道歉，我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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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歉，我就不要道歉，我不道歉。你做错事情就要道歉。平日里是我对你的管教太少了。爸爸，你不爱我了。再胡闹，下个月零花钱扣光。扣光。对不起，没关系。零花钱的威慑力这么大吗？醒成，醒醒，我们早起去锻炼了。妈，我们什么时候有锻炼身体的习惯了？再说，这也太早了吧！从现在开始，我们每天早上都早起去锻炼。你本来就身弱，属于先天不足，只有加强锻炼，下次才能打赢别人。1、2、3、4，很好，来换下一个动作，仰卧起坐。1、2、3、4，加油！咱们再做1个小时。妈，你刚才不就说再锻炼1个小时呢吗？加油，继续。5、6、7、8、9、10，不错。逛街也太累了吧！儿子，你确定你逛街只买奥数全真题、物理竞赛全题册？那你下次还有详细的练习册，告诉我，妈妈再给你买。谢谢妈妈。天才就是和普通人不一样，别人逛街要买衣服、买玩具，他就想买练习册。这么可爱励志的孩子，原主怎么舍得虐待他？真是被猪油迷了心。买了这么多东西，花了还不是我家的钱？我现在是你爸爸的妻子，花点钱不是应该的吗？再怎么说，他也是你名义上的孩子，怎么不给他也买？我可当不起来了嘛。再说了，给你儿子买3年高考5年模拟奥数全真题、物理竞赛全题册给你儿子，他会扔吗？我可不会让。你们2个都有病，逛街买什么练习题啊？果然，人在尴尬的时候会假装很好。沈岩，我想跟你聊一下孩子的教育问题。孩子的教育，霍子怡成绩吊车尾也不是1天2天了。这个霍九元吃错药了。好啊，妈妈，我回房间写作业去了。看看，这就是学神和学渣的区别。
有人暗杀你。不是我说，霍总，你好歹也是顶级豪门，你这安保做的也忒差了吧？他是沈岩吗？身手和反应速度怎么会如此的快？儿子，你没事吧？有人要刺杀你们，霍总。别墅2点钟方向，快去抓。是夫人。抓到了。回少爷，我们到的时候，杀手已经跑了。他们都是专业的，一次不成还会有第2次。霍总，我建议你加强你身边的安保。李特助，我在家里遭遇到了暗杀，你现在给我找几个特级安保，保护我家人的安全。霍总，给您安排的特级安保马上就到。他的保镖多少钱？霍夫人，不是保镖，是特级安保，人家呀都是退役特种兵。那特级安保多少钱？1000万。什么？1000万？1000万？还是夫人的钱好赚？我去执行了 S 级加的刺杀任务，才拿几十万，而且每次还有生命危险。李特助，你说的是真的吗？给霍警员当保镖能拿1000万？夫人，是特级安保，不是保镖。我管他什么呢？啊，李特助，能不能让我当他的保镖？是特级安保，一定是特级安保，让我当霍总的特级安保。霍夫人，特级安保啊，是一份危险的工作，而且呀，都是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的。我可以的，我经过严格的训练的。霍夫人，您别闹了，这遇到危险，恐怕您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怎么当霍总的特级安保呢？我知道您是想跟霍总待在一块儿，但这特级安保的工作可不是开玩笑的。我没闹着玩。你个坏女人，你就是馋我爸身子，想跟我爸赖在一起。总裁，特级安保到了，让他们进来。进。有些人啊，就是见钱眼开，也不照照镜子，看自己几斤几两，就看着钱多，就以为什么钱都能赚。你别胡说，我妈妈她很厉害的，刚才我妈妈还救了你爸爸呢。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那也是救了你爸。这个逆子，我一定得找个机会，好好的管教他。妈妈，当保镖太危险了，还是不要了吧。是啊，夫人，这特级安保的工资确实高，但那都是拿命换钱，你不了解这份工作很危险的。不懂，我可对这份工作是非常了解的。沈岩，你别胡闹，你根本当不了保镖。我堂堂特种兵榜首，这点危险算什么？既然你们不相信我，那我们就比试一下。越来越看不懂沈岩了，突然对我很冷漠，又舍命救我，还想当我的特级安保。难道他以前只是伪装成拜金女接近我？夫人，这特级安保并不是普通的保镖，不仅需要好的身手、强大的体能，还要精通各种技能，像这个射击呀、自由搏击啊这些。沈岩，你别胡闹，你根本当不了保镖。霍总，刚刚明明是我救了你，你凭什么说我当不了安保？霍太太，我知道您刚才碰巧救了霍总，但这特级安保的工作可不是开玩笑的。你就是碰巧救了我爸一次，真当自己是大英雄啊，真搞笑。坏人每天除了花钱逛街还能干啥？比赛不过是找个借口给我爸要钱，趁着这个比赛的事情，让他和他的儿子都滚出霍家。
那就比试一下。行，李特助，找一个场地，那就举办一场比赛。好的，霍总。你要是输了，就净身出户，离开霍家。好，那我要是赢了呢？你根本不可能赢，这些都是特级安保，只有特种兵能赢过。妈妈，我相信你。他们都是专业的特级安保，不是一次两次运气好能赢的。哎呀，我可太害怕失败了。要是失败了之后，我那么爱霍景元，离开他，我可怎么办啊？你要是赢了，我就直播倒立洗头，跪下给你道歉；但你要是输了，你就净身出户。我还是很有魅力的。霍总，已经安排好了，是张总在城郊的那块地。他呀，平常就喜欢这些，所有的设备都是专业级别的。霍总，就是这里。张总出了名的喜欢射击，这些设备绝对不输于专业训练场。沈岩，你要是不想比赛也没有关系，你就算是输了，没有我的同意，谁也不敢把你赶出霍家。好，我来宣布一下比赛规则。本次比赛共3局，每局10枪。按照最简单的积分规则，得分多者获胜。这位曾经获得过世锦赛射击队的第1名。我看某些人啊，还是赶紧认输，回去收拾行李，赶紧走吧。不要，土包子，一点都不专业。好，比赛开始。10把10环。10把10环。哼，10环，坏女人，看你怎么比！妈妈，加油！我相信你一定能赢的。你妈要是能赢，我把1年的零花钱都给你。零花钱，我儿子想要，我不会给你。再说了，你一个小孩子能有什么零花钱？5000万！5000万零花钱，难怪霍景元说要扣他零花钱，他这么听话。不过本少爷大慈大悲，你要是现在给我跪下来道歉，本少爷还能收回赌约。不过之后见到本少爷，要恭恭敬敬的鞠躬，然后再喊一声霍少就好。扣光零花钱，终于找到能管教霍子玉的办法了。逆子啊，你的话太多了，我已经找到拿捏你的办法了。霍太太，若是害怕，咱们也可以不比了。我一个特种兵榜首，从来还没有怕过谁呢。虽然这些设备已经很专业了，射击枪总归是没法和我的狙击枪相提并论，但至少条件好些。我以前执行任务，不是在沙漠里爬3天3夜，就是躲在礼堂的夹层动都不能动。哎呦，能站在这里好好的打枪，实在是太难得了。我以后得多找机会过来练练手艺。10环算什么？10.9环才算满分。他怎么了？你干嘛？沈岩，你要是害怕的话，其实也可以不用比，不过就是个特级安保的工作。你要是想陪着我，我现在就让李特助去秘书处
把你变成我的贴身秘书。什么狗屁秘书？不就是端茶送水吗？我不去。没事儿吧？我一个特种兵榜首，给你当贴身秘书，这个男人还真是迷之自信啊。霍家这两个男人，大的太膨胀，小的嘴忒浅。这个沈岩居然不答应，看不出来我是在给他台阶下。一会儿把霍子毅的零花钱全部赢走，到时候逆子就变成穷光蛋了，还怕他不听话吗？霍总，其实我不是很想比，也不是很想赢，主要是子毅他太难管教了。我要是输的话，我这个后妈就更难做了。霍子毅这个逆子一向不把我放在眼里，我今天就让他看看谁是家里的大小王。这孩子确实是被骄纵坏了。霍总，那如果是我赢了的话，能不能把霍子毅的零花钱给扣光啊？这个小孩子手里拿太多钱是很容易膨胀的，而且也不安全。你跟一个小孩子置什么气？那你就说同不同意吧。好，我答应你。逆子啊，你拿什么和我？你把设备带好，保护好自己。霍太太也太自信了，这连耳机都不戴。我妈妈肯定能赢。这可是你说的哦，千万不能反悔。看好了。看都不看一眼，怎么可能？你根本不可能上。成绩呢？成绩呢？现在为您统计成绩，请您稍后。坏女人，现在成绩还没出，我劝你赶紧认输吧。你根本不会打枪，不会戴护目镜，不会戴降噪耳机，连靶都不看一眼，能上靶都算你撞大运。搞笑，真正的刺杀拼的都是硬的，哪有时间去戴耳机？还戴护目镜和手套，等我戴好，人都跑了。我已经赢了，你们一会儿就知道了。我相信你，妈妈。切，死鸭子嘴硬。切什么气啊？让子弹再飞一会儿。10把10.9环，满分。10.9环，满分，这根本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我不相信，他肯定是作弊了。我看你才是煮熟的鸭子，只剩嘴硬了。就在这样的地方，我怎么可能作弊呢？爸，他肯定是作弊了。刚才那个保镖也说了，10.9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子怡，你这个月不，你今年的零花钱全都扣光。小少爷，这是机器数把，根本没法作弊。霍总，你答应我的事情可千万不能忘了哦。子毅的零花钱要扣光哟。行，反正这孩子才上初中，平时的衣食住行、零食、学习用品都是家里准备，他也用不上零花钱。不行，不行啊，爸，没了零花钱，我霍少怎么在外面混啊？这是你刚才自己说的，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你这个坏女人，要不是你，我的零花钱怎么会被扣光？过来。爸，他就是运气好，一次运气好而已。接下来还有2场，我就不信他每一场运气都这么好。运气好啊，运气好，可打不成这样哦。坏女人，你别得意了，接下来还有2场，我就不信每一场你都能打满分。不，小少爷，我们不比了，再比10场我们也赢不了的。霍太太的射击能力已经无人能及了，再比10次，
我们也赢不了。他真的比这些保镖还厉害吗？李特助，我们兄弟3人认输了，这场比赛就点到为止吧。少夫人，您看这比赛，我前世是特种兵，自然是知道这份工作的艰辛。倘若这3人真的输给原主，恐怕以后再也找不到工作了。这场比赛就点到为止吧。零花钱拿去吧。儿子，你以后在家里要听你妈的话，知道吗？妈，哎呀妈呀，差点忘了，女主也就是霍景元的白月光霍子毅的亲妈马上就要回来了，我得赶紧带上我儿子，找个机会溜了。沈岩，这5000万你就拿着吧，算是对他的惩罚，但是其他的事情就算了吧。其他的事是指我带着我儿子净身出户，还是他？爸，你看这坏女人，她太恶毒了。沈岩，这卡你收着，没收零花钱是他自作自受，但是其他的事情就算了。我才没有那个恶趣味呢。不过什么？能看到这个兔崽子害怕的样子，实在是太难得了。不过虽然我赢了，我还是要带着我儿子离开，我还是要和你离婚。离婚？之前我嫁给你，是因为我没有钱养不活自己，可我现在能做保镖，能养活我自己的儿子，我自然是不需要你了。不需要我就想离婚，你休想！我就想，你当保镖也是给我当保镖，你还不是离不开我？就是不给你当老婆。你好样的！哎呀，夫人，您这是干什么？这现在好好的，您提离婚干嘛？哎，这个霍景元不仅膨胀，还真爱装啊！关键是装什么呀？按照原书剧情，白月光苏荷一回国，他就完全忽视原主。为了能逼原主离婚，不管原主是做错还是做对，他都能鸡蛋里挑骨头。一日一日的冷暴力，让原主变得越来越癫狂，更加疯狂的虐待自己的亲儿子。想什么想？难道真想让我当他们2个爱情的催化剂？我得赶紧跑路。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我儿子培养成国家的栋梁之才。妈妈，你真的要离婚了？是的，以后就只有我们2个相依为命了。还有钱。啊，霍总，我们不是要离婚了吗？还要一起睡吗？沈岩，你还没有考虑好吗？我想的挺明白的，不过还是要哄一下霍景元，顺便再要一笔离婚费。反正霍家有钱，不占白不占。我想明白了，之前是我爱玩，以为当霍太太很简单，有花不完的钱。可惜想法很美好，现实很残酷。靠着男人生活，连孩子都不尊重我。与其这样，我不如自己赚钱养活我和我的孩子。尊重？看来沈岩是真的变了。再说了，你的白月光马上就回国了。他怎么知道苏荷马上就要回国？好，我答应你。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要8个亿的离婚费。8个亿，看来沈岩还是没有变。不过这点小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行， 8个
了8个亿，我拼了！不过，就要先签离婚协议，要在2个月之后才能生效。这2个月，你要继续以霍太太的身份陪我演戏，陪我出席霍氏集团的各项商业晚宴。现在正值霍氏集团的关键时期，我不想因为婚变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影响霍氏集团的名誉。保证完成任务。周五有一个慈善晚宴，我需要你陪我一起去。收到。不对，这儿好像是我的房间。我这就走，这就走。哎，快看，霍总和霍太太来了。霍总和夫人真是郎才女貌。是啊，是啊。郎才女貌。按照原书剧情，苏荷应该已经回国了，会在今日慈善晚宴上闪亮登场。不过，怎么没有见到他人啊？原主这个倒霉催的恶毒女配，得知苏荷就是霍景元的白月光，就端着酒杯故意把女主撞倒，借机把红酒倒在苏荷的白色碗里服上。后来被霍景元狠狠教训一顿，关了小黑屋。你在找什么？没什么，没找什么，当然是在找你的白月光了。这人是谁呀？怎么会这么好看？这人也太美了吧！这不是霍总的白月光吗？哎，小点声。儿子，咱们先逃。我这个女配得离女主远远的，这2个月我尽量不惹事。等我拿到8个亿的离婚费，我就带着我的儿子远走高飞。这已经远离了宴会的社交场所，顶多会有1、2个服务员来，这下应该安全了吧？妈妈，你刚才为什么说我们要过来躲呀？不是要躲，只是可能会有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让我们的情况变得很糟糕。妈妈现在可能跟你解释不清楚，不过你要相信妈妈就对了。今晚我连酒杯都不碰，我就不信我逃不出原书剧情。儿子，我们换个地方，走。哎，王思，最近在忙什么？借过一下，谢谢。说实话，你那个服装来，上次那个项目。这到了宴会的中心，众目睽睽之下，肯定没有问题了。儿子，去拿块蛋糕。儿子，我们换个地方。儿子，这边人多，我们往这走。走。刚才明明看见他们了。儿子，妈妈去趟厕所，你在这等我。好。你怎么突然回国了呀？那你这次回国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为了霍景元啊！这次我一定要把霍太太的位置拿回来。真是见了鬼了！我
我都躲到这鬼地方了，还能碰见女主？这坏人非得我来当吗？妈妈，你怎么了？我没事。我现在和霍景元虽然没有感情，但关系还不算坏，所以他才会轻松的答应给8个亿的离婚费。也就这2个月，坚持住，别因为得罪女主又8个亿扣光了。跑了一晚上，累死我了。终于找到你了。这人怎么阴魂不散的？不是，这咋还自己泼自己呢？这女主也太身娇体弱了吧？这也能栽赃？阿元，你不要怪姐姐，她不是故意推我的。沈岩，到底发什么疯？你是不是有病？这个声音简直比池塘里的鱼还难逮，追他追到我脚都疼。阿元，怎么了？是不是崴到脚了？阿元，你别怪姐姐了，她只是太在乎你了。果然，阿元还是爱我。就算他和别人结婚了，他最在乎的人还是我。别胡说，我妈妈根本没推你。闭嘴！我们霍家好吃好喝招待着你，没想到竟然养出来一个睁眼说瞎话的孩子。你凭什么骂我儿子？儿子，先去一边玩一会儿，接下来妈妈会很可怕。可是，放心，妈妈会保护好自己的啊。霍景元，我说了，我没有推他。当时那么多人，我连胳膊都没有弯一下，我怎么可能推他？再说了，我要是真的推他，可就不止摔倒那么简单了。这个绿茶竟然诬陷我，你还真是胆大！又是白月光，又是绿茶，又是女主，原主输的一点也不冤枉。你等着，霍太太的身份只能是我的。够了，沈岩，我之前以为你都变好，没想到你还是这样，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就是他自己摔倒诬陷我，个瞎眼男！沈岩，道歉。阿元，姐姐她只是太在乎你了，所以才会如此生气的。沈岩，你怎么敢的？你要知道，我只不过是找你来顶替苏荷的位置罢了。是啊，我早就听说霍总有个白月光，这知人知面不知心，没想到这么恶毒。这样看来，霍太太确实和这位苏荷有点像。谁和这个绿茶长得像啊？不要侮辱人好不好？当时现场那么多人，我到底有没有推他？肯定有人看到了，谁能帮我证明一下？我确定，刚才霍太太确实没有动，是那个苏荷撞上来的。霍太太这是吃醋了吧？推的动作太明显，万一真有人看到，不过倒红酒的时候肯定是没人看到的。阿元，我今天穿了一整天的高跟鞋，脚又特别酸，姐姐刚刚只是稍稍用力了一点，所以我才摔倒的。阿和，还是你比较善良。不过姐姐不应该把我的礼服弄脏，这件礼服是我从品牌方那儿借的，还要还给人家的。你放心，我现在就让李特助去处理这件事情。这两个人连演都不演了，当着我的面就这么卿卿我，这也太饥渴了吧！沈岩，你推苏荷摔倒的这件事，我可以暂且不计较，
但是你把他礼服弄脏的这件事，一定追究到底。这个霍景元脑子是不是秀动了？果然跟他离婚是对的。荷儿才回国，他什么都没有做，他都没有威胁到你霍太太的地位，你怎么这么恶毒？恶毒，太精彩了！正式和白月光争起来了。霍总这些年身边那么多女人，最后让这个女人成功上位，肯定还是有点手段的。反正现在解不解释已经没有用了，主角有光环，而且还是霍景元的白月光，还这么绿茶，这任务该怎么打呀？霍太太是疯了吗？霍太太这是吃醋吃疯了，怎么敢呢？这个贱人竟然敢当众泼我，我饶不了你！你等着，霍太太的身份只能是我，要不是我出国，怎么也轮不到你。沈岩，你到底发什么疯？你是不是有病？果然，女主一出手，男主就要强行降智了。霍太太怎么了？这是？是啊，太吓人了。沈岩，你到底发什么疯？各位，我没有发疯，我也没有病。他都说了，我泼他红酒了，这我要是不泼的话，那岂不是不太好吗？这都21世纪了，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离谱的请求呢。这个女人的眼神怎么这么可怕？好奇怪的感觉。哇，泼红酒的感觉也太爽了吧！这当恶毒女配也太身心舒适了。苏小姐，我本来不想找你麻烦的，但是是你先挑衅我在先，我也不是怕事的人。会不会是有什么隐情啊？是啊，我看霍太太不像是在说谎。不过霍太太刚才的举动实在是霸气侧漏啊！沈岩，你别欺人太甚，我今天不过就是来看看阿元的。我欺人太甚了，苏小姐，是你来到公共场合抱我法律上的丈夫，你说我欺人太甚，还是你欺人太甚啊？你该不会是喜欢当小三吧？沈岩，你别胡说，本来就是我和阿元先认识的，我和他本来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哦，那苏小姐，你这就是承认了，你这次回国就是为了霍景元了。那霍总，你是不是也对你的白月光余情未了啊？你，阿元，你看看他呀，你快告诉他你是爱我的，我知道你现在是爱我的，对不对？你心里还是有我的。苏小姐，我现在和霍景元是夫妻，你就算是想要上位，也得等我这个原配先离开了，否则你就是插足别人婚姻的小三。霍太太果然霸气，哈哈。白月光变小三，太精彩了！姐姐，你千万不要误会，霍总只是看我今天脚崴了，所以才来扶我的。苏小姐，刚才不是还叫阿元吗？怎么就改口叫霍总呢？谢谢霍总刚才的帮忙，不过姐姐好像还是不喜欢我待在你身边。阿和，我喜欢的只有你一个。哎，没意思。霍太太吃醋吃疯了，没瓜了。两个人在这演什么恨海情天，真倒人胃口。阿元，现在我回国了，以后再也不会离开您。沈岩贱人，
今天轻敌了，我得先溜了。狗男人，又装什么深情啊？按照原书剧情，苏荷不过是出国3年，这3年，霍景元可以说是万花丛中过。就算原主是费尽心思才上位的，也不过是霍景元不检点，给了原主可乘之机。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渣男也不干净。沈岩，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今天的事情，要不然我不会放过你。霍总，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这个全民网络的时代，宴会上不是有监控吗？咱们看一看监控，谁栽赃谁陷害，不是一目了然吗？阿元，姐姐也不是故意的，你们就别再为我争吵了。还是阿和最乖。他都表现得这么明显了，霍景元已经没有智商了吗？行了，沈岩，今天的事情就暂且算了，你以后不要再胡闹了。霍景元，你是不是脑子秀逗了？你这好歹也是霍氏集团的总裁，明明有真相，你却颠倒是非，你这也太可笑了吧！是啊，为什么会这样？不过是一场意外而已，我怎么能如此不顾霍氏集团的脸面，当众如此的失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每次遇到苏荷，总是难以保持理智。难道是……我还有点事，我就先走了。阿元，阿元，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我才是你唯一的霍太太。阿元原本就是我的，霍太太的身份也应该是我的，都是这个女人，她抢走了我的一切，我不会放过她。这霍家真是没有一个好东西，我得赶紧逃。我原本还以为女主是好人，那自己受点委屈也可以接受，毕竟是剧情需要。但要是苏荷不当人，那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阿元，你还是和以前一样，一工作起来就很拼命，有时候连饭都忘记吃。尝尝。阿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不像……阿元，不像什么？不像外面做的饭，还是你做的饭好吃，和以前一样。和以前一样？阿元，我们还能回到以前吗？自从我出国以后，我每天每夜，时时刻刻都很想你。和儿，这些年让你受苦了。阿元，我很爱你，为了你，我是多少苦都愿意。我一直都很想回来，可是拿着这些钱去国外，永远的离开我儿子。阿和，这些年我一直深爱着你。我知道阿元，我想回家看望子怡，我很想我们的儿子。沈岩，我不信你能忍，我就要你发疯，越发疯破绽越多，阿元就会对你越嫌弃。你还是先别去霍家了。为什么？我很想我们的儿子，自从他出生以后，我就很少见他。这……别动，有人暗杀你。奇怪，为什么我会想到他？我害怕他在伤害你。
可我想我们的儿子。这样吧，他快过生日了，每年他过生日都有生日宴，到时候全城的名流权贵都会来，你也可以去参加生日宴。好。霍总，你不会敲门吗？对不起，霍总有急事。阿仁，那我先回去了。奶奶，哎呦，孙子，奶奶，你终于回来了，我好想你。奶奶的乖孙，奶奶也想你。乖孙儿，奶奶出国这段时间有没有人欺负你啊？您的乖孙嘴那么甜，谁敢欺负他呀？没有人欺负我。奶奶，乖孙，不要怕，奶奶给你撑腰。上次视频通话时，不是还说有人拿着鸡毛掸子打你屁股吗？完了，这是冲着我来的。我说你这个逆子，怎么最近这么安分？原来早就告状了，在这等着我。我没有告状，那都是之前告的，现在都没有告过了。确实是，拿鸡毛掸子管教他，是我传书第一天干的事。姑且相信你这一次啊。乖孙，你跟奶奶说，有没有人虐待你？没有人虐待我，奶奶。真行啊！我原本以为你是靠身体上位的，没想到啊，你还真有两把刷子啊！难搞的婆婆来了。妈，您说的对。听说你牙尖嘴利得很呢，怎么今天到我这儿变得乖巧起来了？兵者，诡道也。暂时还摸不清这婆婆的性格，以退为进。您说的对。什么情况？沈岩吃错药了？我这次回国呀，主要是给我的乖孙子主持生日宴的，全城的名流权贵都会来。有些人呢，他虽然住在这霍家，但是这霍家的掌权人呢，只有一个。怎么办？我妈最讨厌荷儿了，到时候还怎么让荷儿和子怡见面？妈，你在国外游玩已经够累了，回国就赶紧好好休息吧。我能有多累？为了我的乖孙子，多累都值得。我还没有死呢，你们呢，都别总想着把我们霍家的权利都抢走。冤枉啊！你儿子是为了他的荷儿，我是言儿啊。妈，你说的对。晚宴上会有很多名流千金来，我会亲自挑选适合我儿子的。反正我要离婚了，随便你喽。这个女人这么安分了。对了，原书里有这段，沈景城和霍子怡是同一天生日，但原主只给霍子怡过生日，并没有给亲儿子过生日。不仅没有生日礼物，还饿了一天的肚子。不过霍子怡的这场生日宴也是本书的10大修罗场之一。唉，原主真是作孽啊！原主为了能巴结霍景元和晴雯，疯狂讨好霍子怡。为了这场生日宴，可以说是出钱又出力。结果呢？什么垃圾东西，也配本少爷呢？而整个生日宴更是乱作一团。晴雯好像带了一位江家的千金要给霍景元认识，原主和婆婆大闹一场。其实我过不过生日都行，妈妈能变好，我已经够开心了。可惜啊，原主和婆婆刚闹完一场，苏荷就挽着一个男士进场，原主又去找苏荷斗。
把一场好好的生日宴搞得乱七八糟，引得霍景元极度反感。妈妈，你怎么了？他们人呢？他们都进去了呀。可恨的原主，把受到的气全部撒在亲儿子身上，最后沈景城不仅在生日当天饿肚子，还被原主打了2巴掌。这样好看。阿元来电话了。喂，素华，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怎么了呀，阿元？是不是想我啦？是子怡的生日宴，可能你暂时不能出现。奶奶，喂，阿元，我的乖孙，这是奶奶给你准备的礼物。阿元，你在这儿干什么？是他，是霍家那个老巫婆吗？怎么办呀，蒋江？他一回来，阿元就会不能和我在一起了。你说他会不会不要我了？别担心，呵呵，我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你可以找一个男人，让霍景元吃醋。找男人？哎呀，不行，不是让你真找一个男人，是租一个。霍景元吃醋问你，你再跟他解释，到时候真相大白，化干戈为玉帛，然后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这能行吗？当然啦，你出国这么久，多少年轻漂亮的女孩都在盯着他呢，现在还不知道他身边有没有其他女人。更何况当年要不是他妈妈不喜欢你，现在霍太太就是你的了。可晴雯也不喜欢沈岩，阿元还是去了。不，阿元肯定是有苦衷的，肯定是沈岩那个贱人勾引了阿元。我相信阿元最爱的人还是我。江江，你说的对，我得找个男伴陪我演一场戏。原主应该没有给沈景城过过生日，这次我要买一个最贵的补偿他。夫人，小少爷生日宴会上的烟花秀不用问我，你直接去找老夫人就好了。反正他也不敢把他乖孙的生日交给我一个外人来办，细节的部分你就去找老夫人吧。原主这个冤大头，他为了讨好霍子怡，还为这逆子的生日宴联系市里最好的烟花公司举行了一场全城都能看到的盛大烟花秀，结果呢，吃力不讨好。好的，夫人。他不想让我一个外人来办，我还不想办呢。要不是我跟霍景元签了离婚协议，在这2个月，我必须以霍太太的身份在公共场合参加霍氏的宴会，我才不想去呢。我还想和我儿子去游乐园呢，要不是为了8个亿，我才懒得在这跟你们废话。妈妈是不是忘记我生日了？不过我也不喜欢过生日，我原本就是妈妈的累赘，她可能也不会想起我出生那天。妈妈现在能变好，我已经很开心了。这家伙怎么回事啊？该不会是以为我忘记他的生日了吧？我明明已经准备好了的呀！我昨天晚上就把他最喜欢的奥特曼放在他的抽屉里面了，就等晚上给他一个惊喜了。原主从未对他表达过爱意，我刚传说没多久，跟他的感情还没有这么深厚。
现在还不适合惊喜。为什么要哭呢？明明妈妈已经变好了，我已经很满足了。是我的出生连累了妈妈，她才不想给我过生日的。妈妈能进来吗？可以。果然，这小子误会了。你不开心吗？没有，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没有。妈妈能变好，我已经很满足了。我不喜欢过生日。哪有小朋友不喜欢过生日的呀？你看，妈早就给你准备了生日蛋糕，而且是最贵的，弥补我们之前没有过的生日。妈妈，我以为你不喜欢我出生那天。傻孩子，哪有妈妈不喜欢自己孩子的？我本来是想晚上给你个生日惊喜的，不过现在嘛，你去打开那个抽屉看看。哇，是奥特曼！是你最喜欢的奥特曼，我昨天晚上就准备好了。生日蛋糕得今天订才能新鲜嘛。生日惊喜有期待才是惊喜，要是看着你伤心难过一天，最后才出现生日惊喜，那就没有意义了。妈妈，我太开心了。不过我晚上还要去参加社交，等我回来，我们再一起过生日。哦，不过我发誓啊，我和霍子毅还有霍景元他们都是假的，我和他们是假玩，只有和你才是真心的。我相信你，妈妈。他真的好懂事啊，原主是怎么忍心虐待他的？我去参加霍子怡的生日啊，只是为了拿到钱。等我拿到钱之后，我们就可以搬出去了。妈妈，你真的要离婚吗？是的，不过现在还在保密的状态。等我拿到钱，我们就搬出去，有自己的房，自己的家，你就不用再待在这个小卧室里面了。妈妈，我不需要大房子，你也不要为了钱委屈自己。放心，妈妈不会委屈自己的。不过今年我得让你比霍子毅先许愿。乖儿子，许愿吧，等晚上回来，我们再一起吃蛋糕。好。我希望妈妈能开心，一直开心。那你自己的愿望呢？我只希望妈妈再也不要变成以前的样子了。只要你开心，妈妈就开心。只要妈妈开心，我也就开心了。今天这身已经把原主的家底都穿上了，这叫输人不输气场。这会儿生日歌应该已经唱完了，我要亮瞎他们的眼睛。这霍太太也太闪耀了。是啊，霍太太也太漂亮了。虎妹劲儿，今天的主角是我乖孙儿，穿成这样，想干嘛？他今天好独特。霍景元，干嘛这样的眼神看我？江小姐，你不是说给我外孙儿带了生日礼物吗？小少爷，这是我在国外旅游的时候买的，希望你能喜欢。我家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养女而已，在福利院住都没人要的孩子，让她陪伴霍少爷玩，算是高攀了。她和小少爷年纪差不多，过一段时间就回国，到时候你们一起玩耍。不会是霍子毅和沈景城两个人抢夺的白月光吧？阿远，这是江南，江家大小姐，之前呢一直在国外读书，才回来。这灯可真亮啊！
这个狗男人又要拉我挡枪。按照原书剧情，原主为了捍卫自己霍太太的身份，主动出击，结果呢被嫌弃，反而说原主慎妒。更可气的，原主刚帮霍景元挡完枪，白月光苏荷一出现，原主就成了不要脸上位的替身小三。有些人呐，就算是乡下来的，即便穿最贵的衣服也土气。看来这个也不是善茬，就是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这位小姐，你是从清朝留学回来的吗？怎么这人都到现代了，这思想还停留在封建社会啊？唉，还龙袍太子的，难怪什么？难怪你急着给人家当妾呢。你别胡说，秦阿姨根本就不喜欢你。我是和霍景元结婚，又不是和秦阿姨结婚，跟秦阿姨喜不喜欢我有什么关系啊？不过这秦阿姨要是喜欢你啊，你们俩倒是可以结婚。你果然是伶牙俐齿啊！这就是你的礼貌，这就是你霍太太的礼仪吗？妈，下午好。你果然牙尖嘴利，难怪带一个拖油瓶还能嫁到霍家。妈，我是单身带一个孩子，您看您儿子，那可是二婚带一个孩子，我们两个呀不分上下。今天是我乖孙生日，你身为后妈，怎么连一件生日礼物都没准备吗？生日快乐，最近表现不错，所以我答应教你设计了。真的吗？别走呀，苏荷马上就要来了，我还想坐山观虎斗呢。10大名场面修罗场来了。瞅你那不争气的样子，被一个女人迷惑。妈，要干嘛？只要有我活着一日，这个女人别想进霍家的门。那个时候也是这样，他就这样站在一旁。这个女人来干嘛？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而且她毕竟是子怡的母亲。打起来啊，再扇几巴掌呀！儿子，生日快乐！今天是子怡的生日，我来看看她。苏小姐，今天是我乖孙生日，你是来祝贺生辰的，怎么连一个生辰礼物都没带吗？这秦老太太怎么还说话文绉绉的呀？不会是借着看孩子的名义来勾引男人的吧？妈，人家有男伴，轮得到你一个外人说话吗？果然，老祖宗说的没错，巴掌不打自己的身上，永远不知道疼。按照原书剧情，原主才是今天的大笑话。不管自己亲儿子的死活，忙前忙后为继子举办一个奢侈的生日宴，更是为了巴结继子，连自己的珠宝都卖了。什么垃圾东西，也配本少爷拿？哼，靠身体上位的狐妹子，终归不是什么名门派的。原剧情里，苏荷出现以后，原主就要开始出言嘲讽，说苏荷勾三搭四，反而让霍景元和苏荷解开了误会，确定了彼此的心意。原主真是个冤大头啊！不过我倒是没有想到，少了原主这盘葱姜蒜，这霍家还真是难成一盘菜。这就是霍总的白月光吗？
是啊，原来已经有伴了呀。哇哦，好精彩，好标准的男女主误会桥段。只要不是自己当冤大头，单纯的看戏还是挺爽的。阿元，你听我说，苏小姐，你不是来跟我乖孙庆生的吗？怎么，现在又要去追我儿子吗？乖孙，这位就是你一出生就抛弃你的亲生母亲。霍家现在都快乱成一锅粥了。儿子，妈妈回来了。连亲儿子都碰瓷，我是妈妈呀。豪门的瓜太炸裂了。是啊，我刚才都不敢讲话了，生怕错过一个瓜。各位贵宾，大家好，今天是我们霍家的家事，我相信来到此的都是我们霍家生意伙伴上的人，所以望各位给我一份薄面，切勿外传。还得是霍太太大气啊！霍太太才是真正的当家主母，正式风范。我可真优秀啊，我可太有气度了，太识大体了。霍景元这8个亿花的一点都不亏。我没有妈妈了，没人要我了。哎，大哥，是他吗？就是他，走走。是他。你们是谁？在干什么？救命啊！救命！喂，儿子，妈妈取到蛋糕了，马上我们就回来过生日了。救命啊！救命啊！儿子，妈妈听到救命声，我先挂了。赶紧走！刚刚声音明明从这里传出来的，怎么没有人了？这娘们儿怎么这么厉害？仅凭一句救命声就找到这里。不行，我得赶快回去给我儿子过生日呢。这是霍子毅的。从我刚才听到声音到过来，时间很短，绑匪应该还没有走远，应该是躲在哪里了。我得演个戏，让他们出来。看来是我听错了，不行，我得赶快回去给我儿子过生日呢。找到了，我有一个朋友能帮忙，到时候让他假装你男朋友。行，这样真的有效吧？当然啦。还有儿子怎么办？他从小就跟着霍家那个老夫人在一起，那个老不死的最讨厌我了，肯定会给我儿子洗脑的。我还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就是有点太冒险了。什么办法？你说呀。我们找人假装劫匪，绑架霍子怡，然后你再救他。到时候救命之恩，我就不信他还不喜欢你这个亲妈。行。你们是谁？我们是杀人犯，刚逃入到这儿，问你家里要点钱花。哎，小朋友，赶紧给你家里打电话，然后乖乖把钱送过来，我们保证不会撕票。喂，你们儿子在我手上，马上给我送来1个亿，不然我们就要撕票。敢动我的人，你们死定了。大哥，给那娘们打电话吗？打。他们说给谁打电话？
难道霍子逸被绑架另有隐情？江江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别担心，他们都是我找的专业的短剧演员。我现在还不能确定阿元的心意，儿子现在是我唯一的希望了。和和，你放心吧。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喂，苏小姐，按照你的要求，我们已经把你儿子绑过来了。苏和，我现在给你发位置，赶紧过来，你儿子吓得不轻。大哥，这么狠心，这是亲妈吗？豪门的事情咱们管不着，咱们只管收钱就行。是啊，这娘们儿太狠心了，让一个小孩经受绑架，这不得留下一辈子心理阴影。苏和，你找死！你以前来挑衅我就算了，为了上位，连亲儿子都不放过。霍子逸最欠扁的时候，我也就只敢打鸡毛掸子。我的人，你也敢伤害？大哥，按照要求，我们一会儿还得恐吓他。这娘们儿太心狠了。是啊，这娘们儿太狠心了，是亲妈吗？是亲妈，据说亲妈从国外回来，孩子一直和她不亲，所以才想了这么一个点子。造孽呀！那你去。小孩儿，1个小时，如果你家里人不把钱送过来，我就割掉你一根手指。不要，我爸有钱。哎，大哥，这孩子尿裤子了。这孩子真可怜。你是苏小姐啊，来得挺快呀。我可不是那脏心烂肺的苏和。怎么着？你是来抢活的是吧？哎呀，我的手！哎呦，我已经报帽子叔叔。大哥，我们是演员，不是真绑匪啊！对啊，帽子叔叔，是有人花钱雇过来的。都跟我走一趟吧，把你们知道的都给我好好交代清楚了。带走。没事了，没事了。不要过来！不要过来！救命！没事了，现在已经安全了。不知道儿子还有没有睡着？发个消息问问。对不起，儿子，今年生日又没有让你吃上生日蛋糕。妈妈，我为你感到骄傲，你是救人的英雄。乖儿子，赶紧睡觉，明天早上自己早起去跑步。好的，妈妈，我一定要像你一样厉害。我的乖孙，你怎么了？我的乖孙。沈岩，这是怎么回事？问你的好和儿去吧。阿元，我们的儿子没事吧？阿和，不用担心，我刚已经问过医生了，医生说他只是惊吓过度。阿元，要是我们的儿子出事，我也不活了。没事，和儿，别担心，我们的孩子一定会没事的。是不是你绑架了我儿子？你，苏和，你个贱人，心真狠！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为什么你会出现在我儿子的绑架现场？是不是为了故意引起阿元的注意，所以设计了这出绑架的戏？沈岩，你为什么会那么快出现在我儿子的绑架现场？郭景元，你怎么这么蠢？你但凡动点你的脑子想一想，就会发现苏和他有问题。沈岩，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已经报帽子叔叔了，至于那些所谓的绑匪，也都已经被抓了。
是你的好合啊，绑架了几亿。霍景然，你但凡动点你的脑子吗？阿远，你不相信我吗？他抱孟子叔叔了，我得先走了。阿远，你不要听这个女人胡说，就是她绑架了我们的儿子，就是她。沈岩，荷儿她那么善良，她怎么可能绑架我们的孩子？苏荷，你自己想一想，我到底有没有胡说？肯定是她嫉妒我们，因为霍家给我儿子办了生日宴，却没有给他儿子办生日宴，就是她嫉妒我们。就是他绑架了我们的儿子，就是他！对，就是沈岩，快把沈岩赶出去，她就是个恶毒的女人。不，我有一个直觉，事情的真相马上就水落石出了。阿远，我是孩子的亲生母亲呀，我怎么会让我的孩子吃一点苦呢？沈岩，荷儿她是孩子的亲生母亲，她怎么可能绑架孩子？霍景然，你太蠢了！反正2个月的期限快到了，我们以后再也不会见到我。沈岩女士在吗？沈岩女士在吗？阿远，你看，豹子叔叔都来抓沈岩了。沈岩，果然是你！我的乖孙要是有个3长2短，我让你全家下地狱！帽子叔叔，我在这儿。感谢您出手相助救人，还有你提供的视频，已经有完整的证据链，帮了我们很大的忙。谢谢。哪位是苏荷小姐？苏荷小姐，作为涉嫌故意绑架霍子毅的主谋，请跟我们走一趟。苏荷，阿远，你听我解释，我是因为太爱你了。离婚协议我已经签好了。沈岩，你真的想好了？真的想好了。阿言，我跟你保证，以后苏荷不会打扰我们的生活了。不用了，霍总，我们已经结束了。银行卡到账8亿元。沈岩，你真的想好了？您不是不喜欢我吗？我走了，您正好满意。她要是我妈妈就好。沈岩，以前是我误会你了，你还不计前嫌的去救我孙子。当时那种情况，不管是霍子毅还是章子怡，我都会出手相助的。沈岩一直都这么好，可惜是我们要珍惜好的。你是个好孩子，是阿元不懂得珍惜你。坏女人，你能不能不走？走啦。哇，孩子，这就是我们的新家了。虽然很小，但妈妈会努力给你买大房子的。妈妈，我不需要住大房子，我只要跟你住一起，我就很开心了。拜拜啦，家人们，我要下播啦。传输1年，我变成了一个网红，还有我的天才儿子沈景城，这些都是我儿子得到的奖杯。妈妈，吃水果。儿子，快坐。儿子真乖，
他昨天又去参加国际物理大赛了，没什么意外的话，肯定又是第1名。这些都是我儿子的奖杯。与前世悲惨的小混混不同，他的人生彻底改变了。还有，他马上就要进入清北少年班了，要成为报效祖国的一份子了。